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哎呀，最近行情不太好呀。哎，这个行情不好这句话我说了几次了？哎，说了很多次了吧？总之呢，比特币疲软了很长时间了，很多人在这段时间呢都很难赚到钱。但是面具人我在会员群里面的指导方针还是有点用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告诉大家，抓整数位做超短线，赚到就跑。所以呢，你们看，按照我指导的这个方向去操作的话 ，AVAX、Luna、Matic、比特币都在跌破了整数位的时候，比如说跌破38000啊、38700啊、37700，或者是 AVAX 跌破60整啊、75整、65整，只要跌破了这个整数位，就会出现大反弹。那么在这个区间，你抓住超短线。哎，做一波利润还是可以的。所以说呢，加面具人的会员，1分投资1分收获，哎，又不贵，相当于你每个月去健身房的钱，对吧？锻炼身体和锻炼脑子是一样的事儿，是不是？可能锻炼脑子更重要啊。你看面具人，我经常都在会员群里面不单单分享，哎，教你们作弊赚钱或者推荐好项目啊，早期项目。我还会给大家分析一下现在的时政局势，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啊，好了，来说正题啊。最近这个行情啊，长期的疲软，引发了我的一个冥思。面具人，我重新审视了一下世界经济的脉络，发现了一些不得了的事情。哎，你看我的鹦鹉啊，就在这横着头卖萌啊，你的头都能拧个180度，是不是？再往上拧，再拧一下。在这卖萌呢。好，继续说主题啊。面具人，我重新审视了一下世界经济的脉络，发现了一些恐怖的事情，那就是这个疫情啊，到现在已经2、3年了吧。其实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各国政府已经通过疫情下的政策改变了人类经济历史的进程了。现在的个人经济格局、世界经济格局都已经变了。为什么面具人我会这么说呢？哎，你们听完今天的节目就能明白了。今天我主要讲3个事儿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儿。第一，加息预告，经济危机；然后呢是推特实名制和接下来的操作思路。那操作思路我还是放在节目最后再说。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了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啊。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并且附上你的狐狸钱包地址，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中奖人数依然是10个人。都是可以卖钱的 NFT 哦。好，咱们先来说币圈的风向标。马斯克在收购了推特之后呀，又想把推特实名制了。CNN 指出，马斯克想要搞推特实名制的3种办法：一呢是要求所有的用户将自己的昵称改为真实姓名；二呢是用户可以保留虚假昵称，但是呢必须要上传带照片的身份证明；第三呢，就是在用户授权的情况下，从第3方平台调取其身份信息。哎呀，这个推特搞实名制呀，马斯克的这个想法呀，看起来是有点侵犯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意思。毕竟网络实名制是中共喜欢搞的啊，这网络一旦实名了，那很多人搞什么事情就没办法搞了。而且呢，就算是他想说一些话，有可能会造成人身安全威胁的。比如说，人家知道了你是谁了啊，你敢批评政府吗？你敢说某个人不好吗？你敢说，别人就敢上门砍你，就这么简单。我说的极端一点啊，对不对？就跟在中国一样啊，所有的网民都是实名制，那公安就可以随便抓人，对吧？啊，或者是这个网警随便抓人，不管你说的对还是错。啊，党说你错，你就是错，对吧？你只要说了任何党觉得不太好的话，那党就可以收拾你。哎，你说中国搞个网络实名制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党国体制嘛，人家毫不避讳的就是说啊，我就是要搞网络实名制，对不对？但是你说在号称自由民主的灯塔国要搞网络实名制，
这一点有点和美国的这种自由民主的形象不太符合，对不对？但是呢，马斯克他就是硬要搞推特实名制，并且呢，他这一举动还得到了很多权贵们的一致好评。数字权利组织的国际言论自由部的主管吉利安·约克还给马斯克支招呢，说：“哎，你要搞网络实名制，不要搞得那么简单粗暴嘛，什么要收集身份证、照片之类的，你可以用更隐蔽的方式来收集实名信息。”比如将推特的账户与信用卡绑定，与支付方式绑定，这不也能搞到身份信息吗？嘿嘿，各位，你们看看，这言论自由组织的领导居然还教马斯克怎么限制言论自由。对，你没听错，言论自由组织的领导教马斯克怎么限制言论自由。嘿嘿，各位，现在你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了不？啊？天天一帮老领导、一帮名人在那吹牛逼啊，我自由，我民主，我怎样怎样，我是大好人，然后你们就信，真搞笑。其实网络实名制了以后啊，只会对权贵名人们有好处，啊，对那些公众人物们有好处。那大部分的公众人物、权贵们肯定都是有钱人呀，肯定都是靠赚这些信徒们的钱而为生的，是不是？赚消费者或者赚粉丝的钱，就比如像面具人我这样的，当然了，我是赚良心钱的啊，我不割自己粉丝的韭菜啊，我可不像那些人啊，到处带假货呀，啊，为某个组织站台呀，啊，带一些假的风向标呀。面具人我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对吧？靠本事吃饭。你看很多那些所谓的自由民主斗士，天天在那儿吹牛逼，说俄罗斯要崩盘了，卢布要变成废纸了，啊，普京要死了。当时面具人我就告诉你们，普京下的这步棋很好，很正确，而且呢会提振俄罗斯的经济。你们还不信啊？要听那些人什么卢布崩盘了之类的。但是你看，听了面具人我的话，上个月、上上个月买了卢布的人。现在啊，至少是50%，甚至50%以上的盈利，爽不爽？如果说你再加杠杆了的话，那这一波就能让你赚够了，赚饱。所以呢，各位，面具人我能收获这么多的粉丝，完全是凭本事。当然了，我有时候也不能确定我面具人就是说真话的面某人啊，我说的话也有可能是错的，也有可能是啊我没意识到。与事实不相符的啊，当然了，我从来不用说真的话来标榜自己，我只能说我认为相对正确、相对真的啊。好，继续说回主题啊，这个网络实名制了以后啊，那些公众人物就可开心了，毕竟嘛，公众人物盯他的眼光有很多人看到他，有1万个人看你，你总不能保证1万个人都说你好，对吧？有1万个人看你，有300个、500个、1-2000个说你不好，那是很正常的事儿。可是网络实名制了以后，谁敢说不好？谁敢说不好就干你，听懂了没？啊，就跟共产党一样，谁敢说共产党不好？啊，共产党100%的全票通过，谁敢不同意他？啊，就跟面具人我一样啊，很多人骂我，每天有几百个人、几千个人，甚至上万个人骂我，对吧？啊，那我还都能把他们杀了去。都把他们抄家了，我也没那本事啊。虽然说我有可能有时候也会想，啊，当然我没有实名制的信息啊。可是呢，你如果让我掌握到了你的实名制信息了以后，哎，我有钱，我有权利，我有人脉，我搞你不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对不对？这就是人性。你还别说面具人，我这种小名人、小有钱人都会有点这种想法。我也不喜欢别人到处骂我呀，对不对？我也想他们闭嘴呀，但是我没那个本事让他们闭嘴，是不是？可是呢，一旦搞了网络实名制以后，别说面具人我了啊，你想想那些比我牛逼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的金融巨贾们、大亨们、巨鳄们，他们还不是想干谁就干谁？谁不想要好评呀？没好评都要给自己刷好评，是不是？啊，什么政治人物呀，什么老板呀、商人呀。谁想让别人说自己的商品不好啊？就算确实是不好，你也不能说，你说了你影响我生意
听懂了没？说到这儿了，面具人，我只能告诉你们，崇拜权威、崇拜有钱人是很危险的，这是良心话啊！为什么面具人我能收获很多观众呢？就是因为，我不欺蒙我的观众，我尽量是说我的良心话，我的实话。如果说我不说良心话，我不说实话，我天天标榜自己是一个说真话的面某人，我早就比现在还要再有钱个10几倍、20倍吧。我加入某个组织，为某个组织带风向、带节奏、领狗粮，那我现在就更有钱了。但是你看面具人，我到现在我一直都是自己孤军奋战，表达我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我也不为交易所、不为机构、不为政治组织服务。我赚钱凭本事，并且呢，我还培养了很多人。最近我还搞了一个，算了，那个是会员专属的东西，不能给你们说啊。好，继续说主题。现在咱们继续来讲重磅内容了啊，加息。美联储开始吹风了，加息这个事情已经吹风了很久了。美联储说今年要加息7次，你随便加70次都行，只要你开心。这一次预告的加息点数为50个基点，已经是第2次连续加息了，目的是为了暂时抑制通胀这个暂时是面具人我加上去的美联储吹的牛逼是加了息就能抑制通货膨胀，可是面具人我告诉你们真相加息的老毛病就是一旦你开始了就很难停下来了，就不能停，而且加息所有的压力都会由底层穷人来承担。富人的存款理财利息变高了，加息了嘛，富人们就可以躺赚了。但是穷人的房贷、车贷的利息、信用卡的利息、消费贷、商业贷的利息也会水涨船高嘛，因为要被富人加息嘛。富人加息了，谁来付利息呢？富人又不借钱，对吧？富人借了钱也是钱倒钱，有产业，但是穷人借了钱就得靠自己的劳动力还。穷人大部分都是靠举债过日，那利息一上升，他的生活压力就变大了。并且呢，穷人以后想要借钱创业呀、买房呀之类的门槛就会更高了，因为利息高了嘛，银行要评估你是否能承担这个利息，万一你利息承担不起了、还不起了咋办？而且呢，加息会造成美元升值，听起来很好，可是美元升值了以后，那些商家们那些做生意的人、做国际贸易的人，他们为了对冲风险，就会抬高物价，其结果就是你加了息了，美元升值了，可物价还是涨。面具人我告诉你们，什么加息减息呀、抑制通胀呀、调整物价之类的话，听起来好像很神奇很牛逼，对吧？可是呢，很多蠢货们、观众们就没有想过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你不管是印钱了，还是减少钱了，还是存钱了，你钱只是一个物资劳动力的计价单位，对吧？你钱再怎么变，生产力没有增加，你说你的钱能用来炖肉吃吗？你说钱炖到汤里面能吃吗？钱埋在地里面能长出来树、结出来苹果吗？钱能把土变成矿石吗？不能嘛，对不对？那么面具人我要告诉你们的真相就是，钱多钱少，生产力没有增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只能形成一个你通过印钱对人们的心理进行一个调节，但是你并不能让物资变多，反而呢，加息了以后，钱回流回了银行，钱变少了，可东西还是那么多，你还是要花钱去买它，对不对？换句话来说呢，就是加息了，美元升值了，物价没有变，最多只能暂时减缓物价上涨的速度。所以呢，单位美元能买的东西也并没有变多，或者是物价没有降低，你钱变少了，你还是要花你钱当中的一部分比例去买东西，其实相当于物价还是涨了。物资没有变多，你还是要花钱买这些物资，但是呢，钱变少了。你还是要买物资，相当于你从这个钱里面切出来的份额，用来买物资的份额变多了，比例变高了，听懂了没？我这么讲，可能有些人听不懂，但是呢，金融游戏就是需要你自己靠逻辑理解的。最终呢，你还是要花钱买东西的，
如果说市场供大于求了，那物价自然会降低，明白了没？所有的东西卖多少钱，并不是说你有多少钱就能定这个物资卖多少钱的，卖多少钱是卖家说的算，是物品的主人说的算，明白了吧？美国玩这种金融把戏，可能会越来越玩不转了。普京现在就不吃这一套嘛，我不管你美元加息不加息了，反正老子不用你美元了啊！你们谁想跟我普京俄罗斯做生意，买我的能源，买我的粮食，来用卢布买，听懂了没？还有一个重大的隐患啊，那就是加息还会造成通货紧缩。一旦通货紧缩了大家老板们、有钱人们都觉得，哎，把钱放在银行做一个保险理财，这利息还挺高。那就不会做生意投资、商业投资了，那一些投资的资金就会被撤走去做理财，而这些商业老板们，他们就会失去资金的支持，失去金主。那老板们一旦失去了金主，生产力就会下降，生意就不好做了。生产力下降了以后，那你加息白加了，为啥？因为生产力下降了，东西就会卖得更贵。生产力下降了，物资少了嘛？其实，物资少了以后，东西卖得更贵了以后，东西更贵了，贵就贵嘛，富人还是买得起，用加来的利息就能买，这就是一个循环，一个闭环，怎样都不会对富人产生冲击的，而穷人就蛋疼了。美国一旦加息，这些穷人搞不定了，越来越难受，生活成本也高了，物资成本还会高。我告诉你，加息抑制不了物价，他给你来的所谓的加息抑制物价，只是一个障眼法，你暂时看着这个钱少了，听懂了没？美国的这些权贵们，他们现在就是有点杀鸡取卵的意思，他一加息，别的国家的这种美元持有者，或者是做投资做理财的人，就会觉得美国挺好，加息了，利息高，我们把钱放回美国。就会形成资金回笼，所以你看，跟美国绑得挺紧的这些有大量持有美元的国家，日本首当其冲。你看日元贬成鸡巴毛了，是不是？美国一旦加息，想要资金回笼，那别的国家也不傻你美国加息，那我也加，等于大家都没加。英国、澳洲、欧盟紧接着也都加息了，你美国加，那我们也加，大家又持平了，对吧？金融游戏又白玩了。而普京呢，还顺势直接送美国上路了一把你美国加息想回笼资金是吧？那你回去吧，就回吧，以后咱们这边都用卢布结算了你就让美元撤回去吧。所以呢，你们看卢布，当时面具人让买的时候是0.06左右，现在呢0.093了，涨了50%多。民主大外宣我都不想说这些蠢货们了。当然了，人家是拿狗粮吃饭的，就是要让你们变成傻逼，就是让你们要判断错误形势，做错的选择，让你们一路错下去，错到最后你成了一个烂鸡巴毛，没有一点钱了，你活该。然后呢，你只能靠政府吃饭那政府最喜欢这些烂东西自己活不下去，要依赖集体的，听懂了没？民主大外宣给你们说卢布要变成废纸了。现在你们看，民主大外宣准还是你面哥准？所以说呢，你想要赚钱，看懂政治是非常重要的。其实现在的经济局势已经变了，人类经济将会从私有个体自由贸易为主，好不容易进化到这一步了退化回贵族分封、以政府为主导的纯中心化经济。各国的老百姓私有制的空间会越来越狭窄，自己能分配自己资金和财产的能力比重会越来越低。这也是面具人我2年前就给大家预告的全球大右转，各国的政府都会割韭菜，增大变大自己的公权力。你们看嘛，来纵观一下你周围，不管你是台湾人、澳洲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你不能否认的事实，那就是疫情放大了各国政府的公权力，缩小了民权，其残酷程度直逼奴隶制时期。你们还别不信，说面具人我危言耸听，
你们看一看你周围这一针针被扎下去的贱民们，不打针不让去餐厅吃饭，不扎一下不让上学，不扎一下不让你工作。实际上呢，奴隶制下的奴隶们能不能吃饭，怎样才能吃饭，怎样才能看书，怎样才能学习，怎么样都是奴隶主说的算，是死是活也全取决于奴隶主。来，你现在再看一下目前的这个人民的民生局势，是不是跟原来的奴隶制已经很类似了，甚至比那个还恶心啊？奴隶嘛，万一逃跑了以后离开奴隶主了，哎，天高任我飞，对吧？啊，谁也管不到我。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走到哪儿，大数据天眼都能把你监控上。别说中国是这，别的国家也都在跟进。谁不想圈养奴隶？所以说呢，各位，大奴隶时代已经开始了，这个铁幕已经拉开了。现在就是人类分三流九等贵贱的时候。你如果说不在这个时代的浪潮中站稳自己的角度，分好自己的阶级，永世就不得超生了，你就完蛋了啊！你还不像古代，抄个板凳、抄个菜刀就能闹革命，就能改变自己的阶级。以后呢，你从生到死都会被数据和监控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你别说中国是这样，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啊！我在外国我还不知道，一模一样的。尤其是墙内的人，你听好了啊，你中国只能说是在这个大奴隶制的这条路上啊，走的比西方、比外国要更快一点、更前一点。但这并不代表别的国家不会跟上。这就是为啥你看习近平自信满满的说他能推广中国模式啊，他有中国自信、制度自信，实际上确实很自信。别的国家也确实是在哎呀，气死我了，在跟习近平学这个中国奴隶制模式。中国模式已经很广的向全世界推开了，而且全世界各国组织也都在积极的敦促中国赶紧奴役老百姓，赶紧提高你的生产力啊，不能让你的经济衰退，听懂了没？现实就是现实，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哼，你们看嘛，政府想加息就加息，强制扎一下就强制扎一下，他想怎样就怎样，并且呢，现在公权力可以通过数字货币直接控制老百姓的钱袋子，不管是以后区块链实名制了，或者是数字人民币、数字央行货币、数字法币，每个国家都会搞啊，最后搞的就跟共产党是一模一样的。你能干啥？你不能干啥？你的钱能在哪儿花？不能在哪儿花？全部都是贵族说的算，全部都是大数据监控。那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可能是会发展到比古代奴隶制还要傻逼的程度。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不？什么加息减息啦，什么要搞文革折腾老百姓啦，什么要搞经济危机啦，让人们返贫了、赤贫了。你知道为啥不？因为人有钱就会变懒啊！面具人我也是，原来面具人我没咋挣钱的时候，我天天出视频，一个视频做40-50分钟，天天出。但我现在赚了好几千万、上亿了。我是不是就变懒了？你们也都能看到，面具人我从不怎么有钱，靠我自己的对政治经济的判断能力，对币圈的把握能力，一步步的走到现在，赚了很多钱，也带了很多普通观众，尤其是更多的会员们赚到钱了，是吧？然后呢，你们也都看到了，面具人我现在变懒了，从原来1天1个、2个视频，变到现在2天1个、3天1个，是不是？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物理规律，人有钱了就会变懒。那回归本质来说，钱最大的意义并不是说能让你们用来买东西，钱最大的意义、最大的价值就是在于控制韭菜的劳动力。如果你们都有钱了，那肯定就都不想工作了，在家天天吃喝玩乐嘛，对不对？那你们都有钱了，你们不去修路种地赚钱，都在家里面躺着吃东西娱乐，那我就问你，权贵们的劳动力哪来？谁来伺候他们？谁来给他们修路盖楼盖房子？谁来给他们生产物资？
谁来给他们挖矿？而且，你们要记住，政府是绝对不会让你们轻松赚到钱的。所谓的愚民武术之平民、愚民，并不只有中国在做，啊，商鞅说的，这就是人类发展的规律必然。别的国家也在做，美国、日本、英国也在做，台湾也在做，啊，绝对不能让你们轻松的赚钱。你们想一下嘛，啊，你们都在家里面炒币，手指头点2下就能把钱赚了，这还能行吗？那政府搞的那些工作岗位，什么修路的、挖矿的、种地的，都没人干了，是不是？其实目前政府的政策和币圈项目方的态度都不太友好，对这些底层韭菜们真的是喊打喊杀，割来割去的。首先呢，政府肯定是不希望老百姓通过网络、互联网金融就能轻松赚到钱的，啊，到时候肯定是要监管，并且呢，让你挣不到钱。而项目方呢，就更坑。我告诉你，10个项目里面有9个半都是抱着割韭菜的心态来的，所以呢，10个项目9个半都是坑。100个项目里面98个、99个、99点半个都是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各位，我们应该调整一下对加密货币的长期看好的这种态度了。而且呢，加息肯定会导致中下层的可支配资金变少。那么这些尤其是门槛低的币圈，大部分都是穷人在炒币，富人他们没必要炒币。富人们随便搞个什么连锁餐饮呀，搞个垄断行业呀，搞个国际旅游呀，不比你炒币赚的钱多啊？富人们买上几百套房子，光领房租，不比你炒币冒着大风险赚那一点苍蝇肉要利润高，要稳妥，对不对？富人没必要炒币，尤其是因为加息了以后啊，富人就更没必要炒币了，他光领利息就够了，对不对？穷人们可能是要通过这种门槛低、利润高的项目来赚到钱，来改变自己的阶级，改变自己的命运，对不对？就像面具人我一样抓住了几个浪口，一下子把钱赚了。当然了，我有这个技术，而且有一定的运气，碰到了这个时代的机遇，也抓住了。那你们有没有？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的会员也有，因为他们是直接跟着我一起去操作的。我现在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吧。对于币圈对于我们的政治经济的生活，我们应该换一下思路了。倒也不是说币圈真的完蛋了，没戏了，但它至少会大换血。你看马斯克他收购完推特了以后，就会导致推特下市。如果马斯克想要利用推特继续吸金赚钱的话，那推特下市了该怎么赚钱？他就必须要用推特发币，以发币来代替股票的发股。如果说马斯克把这条路走通了，因为马斯克自己也不排斥 Web3 和区块链嘛，他自己也大量的买入了加密货币。那现在很有可能马斯克自己要来体验一把发币的快感了如果说这条路各个公司都会不从股票发股票了直接就自己发币，直接自己做私募，自己做这个上市融资和长期的融投。只不过目前还没达到那个阶段，目前有价值、有生态、有实业的币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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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少。为啥呢？你们有没有想过为啥呢？我来告诉你为啥。一个轻一点不是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一呢是因为市场傻逼多，可以简单的割韭菜，就没必要搞复杂嘛，对吧？简简单单的把韭菜割了多好，你还何必费那9牛2虎之力呢？明明杀鸡就用杀鸡刀就行了，你何必买一个杀牛的刀呢？是吧？当然了，这一点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第2点，市场傻逼多，没有人愿意等待长期项目，投资者们也喜欢搞这种投机纯粹的骗局，前面人割后面人，今天买了明天就赚，上午买了下午就翻10倍的，大
部分人都是抱着这种心态，所以呢，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所以呢，市场的环境目前还就是这样，所以目前的操作还是以投机为主。就像面具人我说的，抓那种跌破点，抓大家都觉得啊跌破了，赶紧跑，赶紧割肉，在这个时候你就买，你就能赚钱。38000整数跌破了，你就买赚钱；37700整数跌破了，你就赚钱啊，你买就赚钱啊。AVAX 跌破60了，你买就能赚钱，听懂了没？那至于更多的操作，我个人啊还是会选择比特币在37000到38000之间建仓，建一部分仓位啊，在这个点位入场。如果说涨了，我不至于踏空，对吧？当然了，在这个点位的仓位不要太重啊，除非它呈现那种连续上涨啊，涨得停不下来了，要往44000、45000冲的那种趋势，那你可以多加点仓。但是目前呢，市场行情不明确，尤其是明天要加息，啊，明天要加息的这个信息会对市场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我从今天到明天到后天，我会密切观察 AVAX、Matic、Luna。目前呢，你如果说愿意去踩一波加息会暴涨的这个行情，那这些币啊，你都可以加一点。尤其是 Luna、AVAX、CRO 的权重稍微高一点 ，CRO 大家可以投机一下。就像我今天在会员群里面告诉我会员啊，你别看 CRO 跌了好多，跌到0.28了，在这个点位你买，闭着眼睛买就能赚钱，但还是要清仓操作。万一啊加息预告一过去，直接闪崩了、尿崩了，那你这个钱又套住了。所以说呢，循序渐进的去玩，新手才梭哈呢，听懂了吧？这段时间没啥好项目，过几天呢可能会有好消息，大家可以先等待一下。OK， 如果你们想要更多更及时的币的操作点位赚钱的话，包括参加我接下来的革命性项目的早期入场机会的各位观众，想要抓住这波财富机会的，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OK， 祝你好运，各位观众。你们也可以去那些什么冲冲群呀、信仰群呀、什么梭哈群呀、什么各种交易所布局的群啊，去吧，去吧，祝你好运，再见。